重生第11章 C 岛。发生这一幕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料到的事情。当时眼看着马里欧就要被2个人制住，一把刀已经刺进了他的手臂。与此同时，船主也突然掏出了一块黑色的东西，举起并对准了马里欧的后脑勺。我见状的第一反应是，既然对方已亮出了刀子，见了血，便不会在手下留情了。如果再僵持下去，船主极有可能开枪射杀马里欧。他们也许只在意包里的现金，但如果有人极力反抗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手。毕竟这里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，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。想到这里，我只能将身处危险的马里欧迅速拉开，一起跳入海中。因为他只顾着争夺背包，却不知道这样的举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。当我们浮出水面时，才意识到此时已是身处险境了。这一刻，我顾不得想太多，首先要做的就是检查马里欧的伤势，然后趁着水温较低时尽快离开这片海域，因为那一刀后的伤口还在流血，如果在这里遇上牛鲨，怕是九死一生。然而当我看到马里欧的后背也在流血的时候，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。子弹射中了他的肩胛骨。眼看着马里欧的面色变得极差，我只好一手拼命地划着水，一手将他翻过来仰面朝上，避免呛到海水。好在离岸边不算很远，但触摸到礁石的那一刻，整个人还是累到动弹不得。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，但此时的马里欧因为脱水躺在岩石上已经晕了过去。眼看着阳光越来越强烈，我的心情却乱成了一团，也不知道是该后悔还是该害怕。正当我准备给马里欧喝水的时候，才发现我的背包里只剩下1瓶淡水了。我把瓶口打开，小心地将它扶起。这时的马里欧已经异常脆弱，只喝了几口便道：“你不要管我，水你自己留着喝。”我听得他这么说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就在我检查完他后背的枪伤，准备打卫星电话求助的时候，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竟让我忍不住向天发出了一阵疯狂的怒吼。现金、食物、淡水、药，还有唯一的那部卫星电话，全在他的包里。我一直总觉得还有退路，或许是因为那部电话，但这时的2个人已然被困在了绝境之中。事后我在想，如果当时马里欧不去抢包，船员就不会刺伤他，他也就不会中枪。可是没有那个包，我们就无法在岛上生存。唯一的结局就是恳请船主再把我们带回去。但很显然马里欧不会那样做，即使没有包，他也会义无反顾地去找赫曼，仿佛这一切都是定局，无论如何我们都无力反抗。在我的要求下，马里欧才算喝了半瓶水，剩下的半瓶被我强忍着口渴塞回了背包。当务之急倒不是确认赫曼是否在这个岛上，而是不被渴死在这里。我扶着马里欧穿过一片深灰色的岩石地貌，顺着岸边行走，试图找到一片阴凉的地方，避免直射的阳光。可一连走了大概半个钟头，却见不到一片像样的绿植。随着正午临近，体内的水分也在加速的流失，我仍不敢停止脚步，即便走下去是死，
停下来也是死，还不如继续寻找，至少还有较大的可能性。因为我记得在船上观察这座岛的时候，曾看到中间是一座隆起的山丘，一大半黑色的岩石覆盖于整座岛屿，而另一部分则是完好的植被。若有植被，就有地下水，运气好，甚至会遇到西湖。很明显，这是一座火山岛，而我们登陆的位置正是曾经被岩浆毁掉的那一部分。身上的衣服早已烤干，而此时却再次湿透。近1个小时的徒步过程中，马里欧至少有3次试图放弃，倒不是因为不知如何劝他，而是口腔已经干到连微微张开都难以忍受。所以我只好借着一腔怒气，一言不发地架着他，继续向前走。就在中午时分，一片生命的绿色出现在了不远处。我这才取出最后的半瓶水，一人一半，喝了个底朝天。有了一丝希望，脚下的步伐便快了不少。待我们攀上一块粗糙的岩石后，才算是真正的进入了那片茂密的热带丛林。我们几乎是双手并用的艰难前进，准确地说，是在不断地向上攀爬。虽然坡度不大，但还是能够感受得到来自反方向的重力。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块稍微平整的地方，我决定先在这里将马里欧背上的子弹取出来，再做打算。虽然不会被烈日熏烤到脱水，但这里的湿度明显要高很多，茂密的植物遮天蔽日，随着温度的升高，让人有种发闷的感觉。我用树枝小心地清理出了一块地，才让马里欧坐下。我可不想刚有希望就被蛇虫袭击。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一点血色，耷拉着眼皮，缓缓地喘着气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立时涌现。我迅速从医药包里取出工具，剪开了他的衣服，一股难闻至极的味道扑鼻而来。我忍住内心的痛楚，扒开中弹的伤口，马里欧的身子突然颤抖着收紧，他咬着牙发出一阵闷哼后便不再出声。他绝对是个意志极强的勇士。当不断地向外挖出因感染而坏死的烂肉时，我的身体也在痛，那是一种连着心的痛。毕竟我不是一个外科医生，能做的只是取出弹头，以免伤口继续感染。马里欧的半边后背已经被血所覆盖，我小心翼翼地取出了弹头，为他清理着伤口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身体开始不住地发着颤，我一碰他的额头便知道，这下是真的完了。伤口被海水浸泡后，细菌开始繁殖，他的体温急速升高，此时的颤抖就意味着感染十分严重。如果不尽快送医，恐怕他很快就站不起来了。我疯狂地翻找着包里的东西，直到完全倒出来，才在地上找到了一小盒抗生素。我不知道这几颗药丸是否有用，不过这也是不幸中之大幸。安顿好之后，我决定先去找水源，因为不单单是马里欧，我已经感到自己的视力渐渐变得模糊。如果再找不到水，很有可能随时昏倒在这里。